一間工廠本身完全有生產能力，但係老闆選擇唔開工，因為一開工呢就會蝕更多錢。呢度係越南，佢哋唔係唯一一間工廠係咁樣。呢個現象亦都標誌住亞洲正喺度面臨緊一場前所未有嘅經濟放緩。越南嘅工廠出口訂單最近創下22個月以嚟最大嘅跌幅，日本嘅訂單亦都面臨近半年最差嘅萎縮。幾個世界級嘅生產大國依家正喺度經歷緊一場靜英英嘅寒冬。當然呢啲一啲都唔係偶然。今集嘅影片我會同你哋研究幾個關鍵嘅問題。點解 Apple、Nike 甚至連中國嘅企業都要逃離亞洲？而依家 AI 時代裏面最值錢嘅產業，點解又會由亞洲移走呢？當全球嘅供應鏈大洗牌，贏家、輸家又係邊個？邊一啲嘅公司又值得我哋投資？宏觀經濟啊，今年喺全球都非常之亂，所以喺投資公司股票之前呢，一定要了解佢哋嘅業績啦、年報數字，最緊要咧係分析埋佢哋公司嘅財務健康，更加唔少得就係要做埋股票估值，同埋要學識幾時買入買出啦。我哋嘅豬豬都可以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裏面，我會捉住你隻手，一步一步咁樣教你點樣投資。而家我哋所有課程都做緊8折嘅夏季優惠，詳情咧可以睇翻下面嘅連結啦。幾年前開始，一個 term 喺貿易世界開始流行，中國加一 China plus one， China plus one， 意思係唔可以淨係靠中國做廠，要再加多一個後備，咁先唔怕出事冇貨出啊嘛。你以為 Nike 只係一間做鞋嘅公司，其實佢係最早玩搬廠嘅高手。由本身喺美國開始做鞋，70年代決定搬去日本，再搬去韓國，去埋中國，終於喺1995年正式落戶越南。每一次搬廠都係為咗呢樣嘢，更平嘅成本，更穩定嘅生產。Vietnam,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46% tariff. 但係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宣布可能會對越南入口貨加徵關稅。Nike predict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ariffs are going to cost the company $1 billion. Nike 嘅股價一日裏面跌咗14%，股東幾個鐘裏面冇咗幾十億。而 Apple 都開始行同一條路，佢哋推出 China Plus One 嘅計劃。呢個絕對唔係試水溫，而係計劃未來所有要賣去美國嘅 iPhone都要喺印度製造。但係特朗普話未夠啊，最好喺美國賣嘅 iPhone 咧都要係 Made in USA 啦。其他嘅大企業都跟住走，兩大嘅美國超市百貨 Target 轉向中南美洲揾供應商， Walmart 亦都開始向印度入多啲貨，供應鏈搬遷潮已經全面開始。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faces a deepening slowdown. 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cut Asia's economic. 佢哋唔係淨係講緊做鞋、砌電話。現在亞洲的製造業可以說是很慘。要搞清點解呢個趨勢會搞到亞洲經濟陷入史上罕見嘅寒冬，我哋就要先知道呢個區嘅經濟本身就係由一個好獨特嘅運作模式搭建出嚟。亞洲唔係淨係地圖上嘅一堆國家，喺經濟學上面，我哋叫佢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EAP 經濟區。呢啲國家都有一個好似樣嘅經濟模型，就係佢哋生產出嚟嘅嘢唔係俾自己用，而係用嚟出口嘅。佢哋對外貿嘅依賴度極高，比起全球嘅平均水平高出好多倍。就算好似中國同日本呢啲睇落冇咁依賴嘅國家，其實都係維繫住成個體系嘅支柱，而一個亦都係佢哋最關鍵嘅部分，就係佢哋點樣合作啦。中國就提供呢個原材料同埋零件，日本就供應呢個高科技嘅儀器。換句話講，佢哋唔單止係賣最終生產出嚟嘅產品，佢哋本身就係一條供應鏈。想象一下，中國出口零件去越南，南韓咧就供應晶片，越南再將所有嘅嘢咧砌埋成一部電話，再運去美國。呢一種你靠我，我靠佢嘅模式，效率非常之高。但係呢種高效率亦都帶嚟極大嘅風險。
全球70%嘅電子產品都係喺呢一個 EAP 區製造，而佢哋自己之間嘅交易就已經佔咗佢哋嘅總貿易量嘅一半。但係咁緊密嘅關係，亦都令到呢個體系變得非常之脆弱。當貿易戰一爆發，就好似突然之間掹走架車嘅轆一樣，無論架車走得幾快幾靚，成條供應鏈咧都會即刻受影響。IMF 大幅下調咗成個 EAP 區經濟增長預期，成個系統雖然高效率，但係非常之脆弱。President Biden signed the $280 billion CHIPS Act. Putting a tariff on of approximately 100% on chips and 唔 semiconductors. 係普通嘅產業搬走，而係全球最有價值嘅產業，半導體同埋 AI。呢個唔係淨係講緊一條生產線咁搬，呢個係全球科技生態系統嘅大腦。ChatGPT has started a very intense conversation. Thinks it's the most revolutionary thing since the iPhone. 被精準咁樣想割佢出嚟。過去幾十年，亞洲特別係東亞地區，唔單止淨係裝嵌呢個電子產品，而係掌握住成個行業最矜貴嘅核心技術，尤其是係台灣嘅台積電同埋南韓嘅 Samsung， 一直以嚟佢哋都係全球最領先嘅晶片製造嘅霸主。呢個細細粒結構極度複雜嘅晶片，等同於21世紀嘅新石油。而依家美國正動用緊佢強大嘅政治同埋財政力量，唔單止要將生產線搬返去國內，仲要重新接軌，重寫全球嘅權力架構。透過晶片法案等等嘅政策，美國政府唔係淨係想喺晶片上面做競爭，而係打算將全球最先進嘅晶片製造嘅重心重新投入去美國。台積電同埋 Samsung 已經先後喺美國設廠，而同一時間 AI 革命嘅核心，好似 Nvidia 呢類嘅晶片巨頭，亦都一反過去嘅做法，將巨額嘅資金轉移投資喺美國嘅國內，構建一個龐大嘅 AI 基礎設施網絡。而呢一場講緊係全球級別嘅科技遷移行動。但係睇住呢啲數字，正常人都會諗啊，點解有啲公司願意花咁多錢去搬廠，成本差成條街咁遠？喺美國起一間高科技嘅廠房，成本係深圳嘅13倍，係印度嘅4倍。美國人工嘅成本更加高得驚人。如果一部 iPhone 真係喺美國生產，成部 iPhone 嘅售價咧將會係依家嘅3倍。咁點解啲公司仲願意蝕住錢都要搬返去美國呢？因為全球已經出現咗一個全新嘅商業潛規則，就係用錢去換穩定。想象一下，你開咗間文具鋪，每日都要賣鉛筆，但係你日日都唔知幾時有貨到。今日又話打仗塞住啲船，聽日又話加關稅，後日又話禁止出口，咁點樣做生意啊？所以越嚟越多公司開始明白，貼錢買穩定係值得嘅。但係呢一場大遷移，最後會唔會改寫亞洲製造嘅地位呢？而啲萎縮會唔會只係暫時性，定係會變成一個長期性呢？未來幾年將會係關鍵。全球供應鏈重新調整。Move that's expected to have ripple effects o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We really need to change the way trade works around the world. 我哋先了解下供應鏈。供應鏈本身就係一條有3段式嘅流水線，上游、中游同埋下游。上游係原料嘅礦物，再經過加工變成手提電話、電腦、電動車嘅原料。中游就係講緊製造呢啲精密部件啦，譬如晶片、鏡頭、機電元件。不過呢一啲都要需要好高嘅技術、熟練嘅工人同埋先進嘅儀器，所以依家仲係主要集中喺中國、台灣、韓國同埋日本。而下游就係最後一步，砌機啦，即係將全部嘅零件組裝成為電話、電視、車。咁呢一層嘅技術咧一啲都唔高，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啦。所以好多下游嘅工序咧，其實已經搬咗去越南、印度同埋墨西哥。根據多項嘅供應鏈研究，要完全將中游嘅能力由中國搬走，至少就要需要10年以上，因為要有更高嘅技術配套要求。所以總括嚟講，上游基本上咧就係好難改變，因為咧關乎天然資源，而下游咧已經
開始搬離中國，或者分拆咗去其他嘅國家。所以短期裏面要完全排除中國喺供應鏈嘅地位咧，可能性非常之低。但係長遠嚟講，中油一旦搬走，極少會回頭，因為資金、設備、人力同埋土地都已經喺新嘅基地上面，所以呢個供應鏈重組只係時間嘅問題，而且有機會會變成不可逆轉嘅情況。咁你可能會問，咁係咪真係亞洲玩完，中國冇得翻身呢？但其實現實咧係比我哋想象中複雜好多。The future of the chip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made in America. 係美國係將晶片咧嘅工廠、AI 運算中心拉翻去本土。Samsung has chosen Taylor, Texas as the site of its new semiconductor chip fabrication. Samsung 都已經被邀請喺美國設廠。Chinese automaker BYD has opened its first electric vehicle plant in Thailand. 係 Apple、Nike 甚至係一啲中國嘅公司，比亞迪啊、Lenovo 自己都做緊 China Plus One， 但係亦都好多個研究已經提出，其實美國周邊嘅工業生態咧尚未完全成熟。Nvidia 同埋 Microsoft 都警告，持續咁樣出口限制，反而會令到中國嘅科技企業受益，削弱美國自己嘅優勢。面對強勁嘅 AI 競爭，最近呢，美國重新開綠燈，容許 Nvidia 對中國出口部分嘅 AI 晶片，背後同中國達成戰略式嘅協議，去交換翻稀土同埋磁鐵嘅出口。睇嚟呢個貿易關稅戰唔係用嚟製造戰爭，更加似係一個外交籌碼。所以今次嘅供應鏈重組，輸贏未必咁早就知。亞洲仍然擁有全球最密集嘅上中下游工業網絡，有最多嘅電子零件，亦都有最多嘅工程師，可以話係地球上面最完整嘅產業鏈。所以對我嚟講，今次呢個搬遷唔係就係單純由中國搬去美國，其實係更加似係全球進入一個新一輪嘅分散風險同埋分散製造地嘅時代。喺度，我想你哋幫一幫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因為我哋觀眾裏面呢係少於一半嘅人已經訂閱咗 Ring is Here。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上升到50%。你哋有一個訂閱俾我哋成個團隊係一個最大嘅鼓勵，唔該晒。雖然依家去斷言邊一個會承接新一輪嘅生產主導權呢係有啲過早，但係整體上有幾個國家呢處於一個比較有利嘅位置。越南尤其是係電子產品出口佔優啦，印度佢哋嘅長期潛力呢亦都好大，同埋墨西哥會成為美國 nearshoring 嘅首選。而另一方面，其實喺 EAP 裏面呢，好多嘅國家嘅經濟同埋產業重心早就已經唔係呢個代工廠啦。EAP 裏面整體都進入咗一個後製造嘅時代，開始由呢個製造主導變成呢個服務同創新主導。譬如日本早就由呢個工業大國變成呢個文化同埋高端製造並重嘅經濟體，動畫、遊戲、汽車早就已經成為佢哋出口主力同埋文化輸出嘅標誌。同時韓國亦都靠韓流呢啲等等嘅軟文化成功打入呢個歐美市場。Samsung、SK、海力士等等嘅公司亦都令到韓國成為半導體嘅重鎮。就算係馬來西亞、泰國，亦都唔想再做廉價嘅代工廠，轉型緊去醫療科技、機械人甚至電動車嘅產業。而中國亦都轉向呢個內需型嘅經濟同埋高科技嘅發展。所以唔少嘅 EAP 國家嘅傳統製造業比例其實已經逐步咁樣下降。歷史話我哋知，每當出現全球貿易重整，資金亦都會流向最先可以適應新環境嘅企業，所以投資者更加需要留意邊一啲產業先係明日之星呢？喺美國嘅公司嚟講啦，贏家首先梗係要講呢個鋼鐵同埋資源類啦，受惠於個高達50%嘅鋼鐵同埋鋁嘅關稅啊，美國嘅本土供應商呢受到保護，佢哋嘅產品加價嘅空間更加大。譬如 Nucor、Steel Dynamics。佢哋嘅股價咧都穩步上升。喺呢個通脹同埋貿易嘅動盪之下，能源股同埋黃金類嘅資產咧，亦都成為呢個資金避險地。而隨住呢個製造業嘅需求咧轉翻去美國國內啦，佢哋對自動化生產嘅工業股咧，亦都有好大嘅支持。
譬如 Rockwell Automation。另外一啲科技同埋國防有關嘅股票，譬如 Palantir 啦，咁呢隻係咪都我哋 hold 咗成3年以上啦？ Palantir 咧就被列為呢個關稅之後最強嘅表現股之一。當然啦，一啲科技巨頭譬如 Microsoft、Oracle 同埋 Meta 等等啦，佢哋本身對硬件嘅依賴比較細，產品咧亦都以雲端啊同埋服務為主，所以佢哋受供應鏈嘅影響咧就比較細啦。而輸家嚟講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板塊，你哋要留意下啦。譬如通用汽車 GM 啦，佢哋有接近一半美國嘅銷售嘅車咧，都係嚟自海外組裝嘅車，所以佢哋嘅汽車關稅影響係最大。預計喺關稅之後 ，GM 嘅利潤將會下跌20%。而至於福特汽車，雖然有部分係本土生產，但係整體嚟講咧，佢哋嘅供應鏈暴露嘅風險亦都係較高。相比之下 ，Tesla 喺美國設有最大規模嘅工廠，每年係淨係喺美國本土嘅產能咧，都已經突破100萬部車㗎啦。而 Tesla 嘅大規模自動化嘅生產咧，亦都幫佢哋提升效率，利用咗好多自動化嘅機械人去幫手去砌車。相比起其他車廠，佢哋有更多嘅自動化機械人砌車嘅技術。至於 Delta、American Airlines 等等嘅股價咧，今年都大跌，主要係因為貿易放緩，國際航線載貨量咧大幅下滑。就算係 FedEx、UPS 呢啲 courier 嘅公司咧，因為美國工廠少咗由亞洲入貨，佢哋講緊每年嘅國際貨運咧會減少1000萬件。FedEx 嘅財務報告已經顯示佢哋嘅國際貨運收入已經下降咗5%，而呢個大幅加咗呢個鋼鐵稅同埋鋁嘅關稅。全球最大嘅電梯製造商 Otis 咧，佢哋嘅影響亦都極大。Otis 公司咧嘅員工有45% 都係來自亞洲，佢哋亞洲貢獻嘅生產力咧，亦都接近公司總產出嘅一半。不過另一方面又咁樣諗，隨住呢個人工智能、機械人同埋自動化生產嘅普及，呢啲工廠移返去美國，係咪又真係會請多啲人去生產呢？美國公司會唔會其實係變相喺國內加快咁樣轉用呢個機械人，以減低呢個轉移供應鏈嘅成本呢？對我嚟講，新一輪嘅工業革命好有機會會變成呢個機械人取代人類嘅競賽。作為投資者，我最關心嘅其實唔係喺邊度生產最平，而係喺邊一個地方最能夠成功將呢個 AI 全面落地，推動生產力，嗰個國家就會變成未來世界嘅經濟重心。留言話俾我知，你認為邊一個先係最新供應鏈之下嘅大贏家呢？ A 越南、B 印度、C 墨西哥、D 中國、E 美國。好啦，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段片呢，記得留言、like 同埋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